别人穿越不是变成王公贵族，就是修仙大佬，我穿越居然变成了一团火焰，还是一团即将熄灭的野火。老天啊，管我呢！该死，要下雨了，这附近根本没有供我持续燃烧的地方，我该怎么办？不是吧，我这才刚开局就要挂了。系统正在加载中。丁，欢迎宿主来到天赐大陆。天赐大陆那是什么地方？天赐大陆是一个百族共存且神灵多入繁星的地方，这里的种族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矮人、兽人、精灵等，且每种种族都有着各自信仰的神灵。种族的供奉会帮助神灵提升他们的神力，神灵也会指引他们建立自己的势力和国度。哇，好神奇啊！不过关我屁事啊！你作为系统，看不见我快灭了吗？宿主可以通过燃烧不同的物体来获得能量点，能量点越多，您的火焰就会越旺。也可以通过吞噬别的火焰获得进化点，只要不断进化，就可以不断升级，未来可期哦。我现在还有60点能量，这么说我不用死了？是的，检测到宿主已成功完成自我认知，现在为您发放新手大礼包。恭喜宿主获得1点能量点、50进化点、30%水抗性，以及虚拟神格和专属储物空间100立方。虚拟神格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管它呢，先升级再说。臭火，敢烧我家，我呸！找死！恭喜宿主成功燃烧狼兔1只，进化点+2。哈哈哈，3级火焰果然不同凡响。既然这样，燎原吧，星星之火！丁，检测到宿主燃烧蛇鼠1只，进化点+1；燃烧土狼1只，进化点+1；燃烧毒蛇1只，进化点+0.1。恭喜宿主成功升到4级。尝到甜头的林业，趁着风势不断地燃烧着周边的一切，直到天空都被火焰点燃。这场持续了3天3夜的大火才渐渐被雨水淹没。原来这个世界的等级如此简单，1级到10级为学徒，10级满级后则会升级到下一阶，6阶为王，10阶为圣，圣之上就是神灵了。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神灵的境界。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得提升自己的进化点才是。难道有种族出现了？狼人的身体素质太硬了，弓箭根本射不进去。射不进去就快跑吧，奥拉夫可是1阶，被他追上我们就完了。1阶的狼人要是烧了他，应该能获得不少进化点吧？穿成火焰后，林业正愁怎么才能提升自己的进化点，就看到一只1阶狼人追着一群精灵跑过来。嘿嘿，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那我就不客气了。趁着狼人还在追赶精灵，林业一个闪身扑在狼人身上，星星之火，给我烧！巨火瞬间将狼人吞没，一旁被追赶的精灵都惊呆了。天哪，这火焰中有一张人脸，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火焰，这是神啊！呜呜呜！感谢神救了我们。不对啊，只有信仰神的人才会被神救赎，可这个神并不是我们信仰的呀！闭嘴！居然敢怀疑神明大人，还不快点跪拜！看着突然朝自己叩拜的众精灵，林业心中一阵暗爽。原来他们把我当成神了，这感觉还真不错。恭喜宿主，您的虚拟神格已经能够激活，是否选择激活？虽然信仰力只有10点，不过也足以让我激活虚拟神格了。要知道，真正的神格只有10阶以上才能拥有，虚拟神格已经是无数人追求的至宝了。林业毫不犹豫点击了激活，同时发动了虚拟神格的审视之力。很快，所有精灵所信奉的神灵信息出现在了屏幕上。原来你们信奉的神明是森林女神啊！不过天赐大陆允许族群信奉多位神灵，只要你们是发自内心的信奉我，我不会和你们计较的。叩拜的精灵们刚想起身，就看到不远处那只1阶狼人的同伴。神明大人，狼人又来了！神明大人，请您再救救我们吧！正好，那我就来巩固一下你们的信仰吧。念头一动，漂浮的火焰便朝着远处的狼人群飞了过去。紧接着，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奔跑的狼人就化成了灰烬。神，伟大的神，感谢您的救赎！林业满意的看着系统念叨，信仰之力从10点暴涨到200多点。他知道信徒的虔诚度直接决定了信仰之力的多少，高阶圣女甚至能每天提供上百点信仰之力，而眼前这对双胞胎精灵姐妹贡献的信仰之力占了大半，显然是最虔诚的。姐妹们，我们回部落，神会保佑我们的。可是部落正被狼人围攻，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别怕，神既然救了我们1次，就一定会救部落。是啊，神不会不管我们的。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我就只能跟上去看看了。回到部落，林业看到的是满地的精灵尸体，仅剩的族人也在和强壮的狼人拼死一场。爸爸，是族长爸爸，伟大的不知名神灵大人，求您怜悯您的信徒，拯救我的部落吧。林业的目光锁定了狼人族群中一个2米高的强壮身影，那家伙肌肉奔张，利爪上还沾着精灵的鲜血，显然是狼人首领。就拿你开刀，给这些精灵再上一课。林业再次发动星星之火，点点星火精准落在狼人首领身上。噗的一声，火焰瞬间熊熊燃烧，首领发出痛苦的惨叫，疯狂扑打身上的正面。周围的狼人见状，赶紧冲上来帮忙，
却没想到火焰反而顺着他们的接触蔓延开来，眨眼间就有好几只狼人被点燃。快用水，用水灭火！几个狼人慌忙冲向精灵部落的蓄水池，一头扎了进去。但他们很快绝望地发现，这火焰根本不怕水，反而烧得更旺。片刻后，蓄水池边就只剩下几堆黑灰，剩下的狼人们彻底崩溃了。这分明是神的惩罚，他们再也不敢停留，头也不回地疯狂逃走。精灵们愣了几秒，随即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火神，伟大的火神，从今天起，我希尔福愿一生侍奉您。见希尔福都主动跪拜，剩余的族人自是纷纷效仿。林业这才发现，他的信仰力再次提升了。看来这对双胞胎姐妹因为信仰之力很足的缘故，自动变成了我的圣女。就在林业因为有了圣女暗喜时，精灵族长却朝着他跪了下来。伟大的火神，感谢您拯救我的女儿和臣民。从今日起，精灵族会全体信奉火神，且只信奉火神。你们几个立刻去建造神庙，供奉我们的火神殿下。是。天赐大陆的每个种族都有供奉神灵的神庙，精灵族原本的神庙供奉着森林女神。很快，族人们就将森林女神的雕像移出，在神庙中央摆放了一个特制的火盆，明灭的火焰缓缓飞入火盆，稳稳燃烧起来。他再次打开系统面板，发现神庙一栏已从灰色变为正常。第一座神庙终于有了，信仰之力的增长速度肯定会更快。更让林业惊喜的是，面板上还多出了一个名叫赐福的新能力。提示：赐福是神给予信徒的直接力量，完成赐福需要魔力驱动，1点信仰之力可以转化为1万点魔力。这个价格倒也不算很贵。看着依旧跪在火盆面前祈祷的双胞胎姐妹，林野心念一动，直接将一股精纯的魔力通过赐福能力注入了姐妹俩的体内。姐姐，你感受到了吗？是魔力，好强大的魔力！让我来试试。希尔福伸出手掌对准一棵小树释放魔力，只见原本的小树苗瞬间长到了半人多高。温蒂妮见状也急忙尝试，结果自然是一样的。神迹，这是真正的神迹啊！伟大的火神，感谢您的恩赐。见此情形，精灵们的信仰更加虔诚。很快，他们就在双胞胎姐妹的带领下，利用生长魔法将一座座精美的树屋建造了起来。住所得到解决后，希尔福按照林业的指示，将林业带到了精灵之森边缘的云雾山脉前。好大的森林，定能为我提供不少进化点和能量点。看着巨大的森林，林业激动难耐，当下便升到空中，发出了2000多度的高温火焰。很快，周边一片火红。燃烧百年大树，进化点+5；燃烧毒蛾，进化点+5；燃烧毒蝎，进化点+5。巨大的火海足足燃烧了5天5夜，期间天空下起了大雨，却丝毫没能阻止火势蔓延。林业打开系统面板，看着上面的数据，满意的笑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吼叫声，紧接着一个身骑黑豹、头戴黑帽、手中握着一柄魔杖的女子出现了。小黑，我们去前面的树洞躲一躲。林业漂浮到高空，通过审视之眼，这才看清，不远处的密林中，一个魔法师坐在大型动物尸骨上，身后跟着几十具骷髅，正阴笑着追来。这是亡灵魔法师。正当林业好奇时，亡灵法师萨克已经带着骷髅兵冲到了山洞门口。维利亚，你以为躲进树洞我就找不到你了吗？乖乖出来，做我的亡灵仆从吧。你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变成你那样的怪物。林业通过审视之眼观察着两人的魔力，发现萨克的魔力比维利亚强上不少，而且亡灵魔法最大的优势就是消耗小，召唤物可重复利用，且维利亚的魔杖顶端燃起火焰，显然是雷系魔法师。雷系魔法师有点意思，正好看看这个世界的魔法是什么水平。在林业的注视下，萨克口中念起咒语，刚才被黑豹撕碎的骷髅竟然重新站立起来。维利亚不敢大意，急忙凝聚魔力发动攻击。雷击，呵呵，有点威力又怎么样？你可别忘了，我的骷髅可是杀不完的。察觉到维利亚身上那精纯的雷系魔法后，林业心中有了些许异动，当下便发动魔法，将自己的声音传进了维利亚耳中。想赢吗？信奉我，我便给予你力量。维利亚猛地点头，紧接着魔杖顶端就燃起一团熊熊烈火。奇怪，我明明是雷系魔法师，从未修炼过火系魔法，魔杖上怎么会有火焰呢？难道这一切都是神赐予的？似乎是感受到了神的赏赐，维利亚双眼猛地一睁，随即一大片火焰从权杖上喷射而出，紧接着所有的骷髅兵包括萨克都被火焰点燃。该死，你这火焰为什么扑不灭？萨克还想逃，可他的速度根本比不上火焰燃烧的速度，最终只能在不甘中被烧成了灰烬。天哪，这就是神的力量吗？感受到火焰的威力，维利亚立刻双膝跪地，对着火焰恭敬叩拜。伟大的火焰之神，从今天起，我将成为您的忠实的奴仆。维利亚不仅是百中无一的雷系魔法师，还和希尔弗一样用着这极其纯净的魔力。系统说过，魔力越纯净的人，传递信仰之力的效率就越高。以维利亚的资质，
说不定能成为和希尔弗一样的圣灵。想到这里，林业打开虚拟神格面板，只见信徒一栏新增了数字1，信仰之力暴涨到3000多点，进化点也变成了900点，还差100点就能进化，从快要熄灭的野火到3昧真火，老子终于要突破了。林业通过神启告知维利亚，让他带着黑豹前往精灵族领地后，便开始了专心收集进化点。燃烧吧，星星之火！随着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1个小时后，林业终于凑够了最后100点进化点。请宿主选择是否消耗进化点进行进化。是的话，进化点即将会清空，宿主会从9级野火进化为1级3昧真火。林业过得点击了是的选项，随着火焰核心爆发出的耀眼光芒，林业发现自己的系统面板已经成功更新了。这才多久啊？维利亚居然真的成了圣女，精灵族的新神庙也建造完成了。林业虽不在精灵族领地，但通过与圣女希尔弗与温蒂妮的信仰链接，他能清晰地感知精灵族的一切动静。就比如此刻，二人正在神庙中对着火盆祈祷。伟大的神呐，我们森林精灵向来善良，不愿与人交恶。可和我们同属精灵族的黑暗精灵，听闻我们因信奉您而重获新生后，竟要我们改信黑暗之神，实在是太过分了。火神大人，我们无意伤人性命，亦不觊觎他族领地，但黑暗精灵勒令我们3日内必须拆除给您建的神庙，还要将我和姐姐献祭给他们的黑暗之神。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您给予我们一点启示吧。想抢我的功劳，还敢对我的圣女和神殿下手，找死！林业当即通过信仰链接传递了神启过去。女儿们，神灵给予启示了吗？父亲，神灵让我们拒绝黑暗精灵，我猜神灵还会保佑我们的。只要神在，我们什么都不怕。听着父女的对话，林业不再犹豫，当即通过与希尔弗的信仰链接，返回了神庙祭坛的火盆中。就在这时，一个精灵族人慌张奔入神庙。族长，不好了，黑暗精灵闯进来了，我拦不住他们。哈哈哈，这里就是火神神殿，怎么看着这么破呢？不准你们嘲笑我们的神！小东西，等会儿再收拾你。族长，关于我们说好的事，给个答复吧。我拒绝。拒绝？你知道后果吗？我的大军就在1000米外，随时能铲平你们整个族群。面对黑暗精灵的威胁，森林精灵们一阵惊慌。上次与狼人一战后，我们族群仅存不到200人，能战斗的更是寥寥无几，而黑暗精灵的大军足有数百人。神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见希尔弗做出了祈祷姿势，黑暗精灵王子不屑一笑。现在还想着求你们的神呢，呵呵，简直是做梦！来人，给我抓住这2个圣女，准备祭祀我们的黑暗之神。是。眼看着黑暗精灵们冲向希尔弗和温蒂妮，林业心念一动，3昧真火瞬间喷发。怎么会？我们王子可是3阶魔法师，竟然连防御的机会都没有。看着火焰中被燃烧的同胞，外围的几个黑暗精灵撒腿就跑，直到跑回自己族中，才稍微喘了口气，将事情告诉了族长。什么？你说我儿子？他该死！一定要杀光那些森林精灵，为我的儿子报仇！黑暗精灵族族长一声令下，带着300黑暗精灵前往森林精灵部落报仇。很快，森林精灵部落族长听到了消息，黑暗精灵族要打过来了，但我们只有80多位能战斗的士兵，这可怎么办呀？父亲放心，火神一定会保佑我们。是啊，族长叔叔，我也会帮你们的。很快，希尔弗、维利亚和温蒂妮带着80多名族人正面对上了黑暗精灵大军。给我杀！想伤我朋友，你问过我了吗？雷鸣，劈！维利亚一声高呼，一道黑紫色闪电从天而降，瞬间劈在黑暗精灵族族长的头顶，族长轰然倒地。天哪，我怎么会发出威力这么强的攻击？难道是火神在后面给我加持？看着维利亚挥舞权杖，黑暗精灵们只以为他又要发动攻击，急忙惊恐后退。是魔法师，一个人类魔法师，他不是精灵。种族隔阂让黑暗精灵更加慌乱。就在这时，一个矮小的身影从黑暗精灵中走出。大祭司，是大祭司，我们有救了。一个小小的人类魔法师而已，就吓成这样，走开，让我来。伟大的黑暗之神啊，请赐予我力量吧！大祭司一声高呼，10几枚小火球霎时出现在空中。林业见状，忍不住想象，就这，连我之前的野火都不如，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火焰。林业操控着半空中的火球，让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聚集、融合，最终形成一个直径1米多的庞大火球，直冲进了黑暗精灵手中。天哪！火神再一次保佑了我们，我们胜了。姐姐，那剩下的这些黑暗精灵怎么办？先把他们捆起来关押，等候神的指示。处理好残局后，希尔弗再次来到神庙前叩拜。尊敬的火神大人，在您的庇护下，我们部落已经取得了胜利，请问接下来要怎么做？
完工吗？我马上就去。接到火神启示后，希尔弗立刻准备清点士兵出发。就在这时，一个精灵战士走了进来。圣女希尔弗，无人部落的人求见您。他们来干什么？伟大的精灵圣女，你好！听闻你们击败黑暗精灵的壮举，我们很佩服，希望能与你们森林精灵族结盟。结盟这件事我做不了主，我需要先请示火神大人。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接收到狐族的联盟请求后，希尔弗第一时间来到了火神庙。伟大的火神，狐族得知我们击败了黑暗精灵部落后，派人来和我们结盟，我们是否需要答应呢？请您给个指示吧。您是说，我们不光可以和狐族结盟，还能寻找其他的结盟伙伴？天哪，您的决策简直是太英明了！我现在就去。希尔弗回去后立刻召开了联盟大会。很快，人马族、红狐族、狗人族、豹人族等部落纷纷赶来求结盟。大家今天来此应该都是来结盟的吧？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想要和我们结盟，就必须信奉我们的神明。听说你们信奉了火神大人，才能在这次的战役中取得成功，是真的吗？是啊，我们要是信奉了火神，也会获得一样的庇护吗？我们的神明自然是最好的，至于能不能得到庇护，还要看你们的心诚不诚。想要得到回报，首先要有付出。我们狗人族信了。可以是可以，但我担心一下子修改信仰，没那么多民众能接受。要不这样吧，你们不是还要攻打黑暗精灵部落吗？他们部落中现在狼人当道，只要你们这次战役能赢，我们就毫无条件信任火神大人。鲍老弟说得对。好，既然如此，现在就向狼人部落和黑暗森林精灵部落发动攻击。经过3天3夜的准备后，希尔弗带着集结好的联盟军和自家的军队来到了黑暗精灵的领地。黑暗精灵部落的人听着，你们的族长和王子都已经死在了我们部落，想活命的就快快投降，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希尔弗本以为自己这话说出口会有很多能看清形势的黑暗精灵站出来投降，没想到站出来的人全是狼人部落的。原来黑暗精灵和狼人部落已经结盟了，很好，那你们都来选择一下吧，想投降还是想死？要么投降，要么死，你们自己选。投降？呵呵，做梦！狼人族长话音刚落，就跳起来冲向了希尔弗。半空之中的林业见状，立刻发了一大片火球过去。眨眼间，狼人族长的手臂居然烧了起来。好痛！快灭火！我可是火神大人的头号圣女，还想偷袭我？呵呵，来人，准备战斗！希尔弗话音刚落，精灵族的所有弓箭手都做好了准备，狐人族和人马族的战士也都拿起了武器，对准了参与的黑暗精灵和狼人族。进攻！霎时间，密集的箭矢破空而去，狼人们见状急忙使劲抵挡。可关键时刻，一大片3味真火烧了起来。你们既然不能为我所用，就替我招揽信徒吧！哈哈哈，3味真火，给我烧！火光冲天下，好多人都被烧得想办法自救，有的跳河，想要用水来灭火；有的满地打滚，想要将火扑灭。可唯一例外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我的3味真火可不是那么好熄灭的。大火持续了3天3夜，除了少部分老弱妇孺外，所有的黑暗精灵和狼人战士都被烧成了灰烬。这时，一名狐人族士兵带着50个老弱妇孺来到了希尔弗身边。圣女殿下，这些是剩下的狼人，请问该怎么处置？荒原上战败部落往往被赶尽杀绝，但希尔弗不愿如此，也相信火神并不是这样的人。放了他们吧，这里依旧是他们的领地。还好火神不是嗜杀之人，要不然我们以后的日子怕是也不好过。将战俘安置好后，希尔弗直接来到了狼人族的神庙。火神大人，这里就是狼人族的神庙，是我们在您的指引下攻打下来的，还请您尽情焚烧。希尔弗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神庙，只剩林业飘在空中，满心欢喜。成功攻下黑暗精灵部落和狼人部落后，希尔弗带着林业来到了狼人族的神庙之中。好家伙，这地方怎么比我的火神庙豪华这么多？看着真让人嫉妒。嫉妒的眼睛发红的林业当即飘到空中，发射火焰对着狼人族的神像烧了起来。可奇怪的是，在他的3味真火的燃烧下，狼人神像居然纹丝不动。这怎么看都是一座普通的神像，怎么会这么难烧？难道说我的3味真火攻击力还不够？不对，不是我的问题，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审视之眼开启。开启审视之眼，扫描一圈后，林业终于发现，狼人族的雕像之所以没办法成功燃烧，完全是因为还有狼人信徒的缘故，民众信仰的支撑，导致他们的雕像异常坚固。一个破雕像罢了，我还就不信了。林业马上加大火力灼烧着雕像，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雕像化成了黑灰。恭喜宿主烧毁一尊狼族神像，获得进化点500点，请宿主再接再厉。哈哈哈，500点到手，爽！不同于林业的暗自窃喜，等待在狼人庙外面的狐人族族长却看得震惊不已。天哪！火神大人居然能直接吞噬其他神明的神像，这也太厉害了点！我很早就说过，我们火神大人实力强悍，关键时刻
还会出手保护我们。怎么，我说的没错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希尔福帮联盟众人规划好了新住所的地盘，还帮林业建造了新的火神庙。前后不过短短1个月的时间，我的火神庙的面积就翻了10倍，成长值还大幅度增加，简直太爽了！就在林业暗自窃喜时，系统再次发出了声音：恭喜宿主成功增添1名新的圣女，请宿主再接再厉。什么新圣女？林业急忙看向地上的火神庙，只见里面地上正跪着一名长相妖艳的胡人少女。狐族茉莉请求火神庇护，以后定会竭尽全力侍奉火神大人。这茉莉不光是个美女，还拥有这么出色的魔法天赋，最重要的还如此相信我、崇拜我，很好。林业使用赐福功能，通过信仰之线将魔力传递给了茉莉。茉莉的魔法天赋在这一刻彻底。天哪！天哪！怎么了？希尔福姐姐，火神回应了我的祷告，还帮助我觉醒了魔法天赋，以后我就是魔法师了。太好了，我们这就去找维利亚，让他帮你看看你觉醒的是什么魔法。2位圣女手拉手找到维利亚，说明了情况。维利亚当即拿出了一本魔法书，这是一本初级魔法书，上面记载了水系、土系、火系等各种属性的魔法，你挨个试试，就知道自己觉醒的是什么魔法了。茉莉照着书上的介绍一次次尝试，终于一个小小的火球出现在她掌中。小茉莉，你觉醒的居然是和火神一样的属性，简直太棒了！恭喜你，茉莉妹妹，以后你能更好地感受神的庇佑了。胡人族族长得知小茉莉获得神赐魔法后，当即宣布胡人族全体将永远信奉火神。林业的信仰之力瞬间增加200多点，而在希尔福的带领下，新联盟部落的住所也已初见雏形。我们的新居所之所以能建造这么快，全靠火神大人的庇佑。你们搬运火神大人要的东西，可千万要小心。是。等众人将所有神像搬到火神庙安置好，离开后，林业出现在了火焰正中央。上一次我只不过是焚烧了1尊狼族神像，就获得了500成长点，这里足足有50多尊神像，要是全部烧毁的话，哈哈哈，发财了，发财了！看着地上的一大堆神像，林业毫不犹豫发动了3枚真火。火焰熄灭后，系统音再次响了起来。恭喜宿主成功烧毁50座各族神像，获得净化25000点，当前能量点为400万，3枚真火为1级1层，最高温度2000度，信仰力增加1000点，当前信仰力为13000点，请宿主再接再厉。13000点，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信众了？宿主已经名声大噪，自然会增加很多信众。如果宿主能将其他部落的圣女据为己有，得到的信仰力将会更多。得到系统的提示后，林业通过神器指挥希尔福将联盟部落中的所有圣女都带来了神庙。这次叫你们来是听从火神大人的指示，只要你们诚心信奉火神大人，说不定能得到火神大人赐福。胡人族的茉莉知道吧？她就是在火神大人的赐福下才觉醒火系魔法的。明白。训话结束后，希尔福离开神庙，林业并没有现身，而是从火焰神像中喷出了一大片火焰落在众人身上。天哪，这么强的火焰，我居然没有受伤，这就是火神大人的实力吗？是啊，这些火焰一点都不会伤害我们，反倒是身上暖暖的，神迹，简直是神迹！还不快点叩谢火神大人！亲眼目睹神迹后，15位圣女彻底皈依，林业的信仰之力瞬间暴涨10万点。这些圣女虽然没有希尔福他们有天赋，但每天都能为我提供1500点的信仰之力，再加上3万族人的信仰，每天的总收益高达3万2。照这种速度进行下去，整片荒原迟早会被我统一的。见联盟部落各方面都步入正轨后，林业再次来到了云雾山脉。好久没有尽情燃烧了，3枚真火起，这嘿嘿才对嘛！林业看着不断燃烧的森林，心情很是愉悦。就在这时，一阵巨大的霹雳声响起来。天哪，这是火山喷发！第一，宿主可以通过吞噬其他火焰净化自己的3枚真火哦。还有这种好事！林业直奔岩浆湖进行吞噬后，系统声再次响起。第一，恭喜宿主吞噬火焰成功，获得净化点500点。虽然火焰的威力没有多大变化，但好歹获得了500点净化点，已经不少了。看着彻底消失的岩浆，林业心中若有所思。仅是外部的火焰就能让我获得500的净化点，要是进入火山内部，岂不是能获得更多？想到这里，林业直接化作火焰形态飞入火山内部。火山底部，一群红色的生物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火狐。看到火狐后，林业直接落在了火山底部，这才看清地上的红色生物居然是一群身穿精致铠甲且浑身火红的红狐部落。还是第一次在天赐大陆遇到装备这么精良的队伍。胡人部落有这么高的武器锻造手段吗？难道他们部落中有人类？还是说，这手艺其实是和人类学的？第一次看到如此装备精良的兽人部落。
直接化成了满天火焰，燃烧着联盟部落周边的一切。天哪，我们的神明显灵了！您老人家还是看清楚再说吧，这分明是我们火神大人的神迹，这种火焰只有我们火神大人才能拥有。红狐族族长刚想开口，就看到原本站在他身边的火焰巨人消失了。火焰巨人怎么消失了？难道神灵再一次抛弃我们了？红狐族长，想必不用我多说，你也知道你们没有胜算吧？不如早点加入我们联盟，信奉我们的火神才是真理。真正的火神都显灵了，我好像就只能加入联盟了。哎，红狐族族长长叹一声，朝着空中火焰形态的林业跪了下去。尊敬的火神大人，我们红狐族愿意加入联盟部落，奉火神为唯一真神，也愿意献上我们宝贵的武器锻造技术，只求能像联盟部落一样得到您的庇佑。老人家还真是上当，这下好了，多了很多信徒不说，还有了全新的锻造手艺血钻。只不过光有锻造手艺没有矿石该怎么办呢？就在林业忧心之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宿主，你忘记你之前灼烧荒原的时候，曾看到几块闪闪发光的小石头吗？那里就是矿石所在地。林业心中一震，当即通过信仰之线将神启传达给了希尔夫。经过一番准备后，两拨人来到了林业曾经所在的荒原。希尔夫圣女，您说的就是这里？这地方除了焦土什么都没有啊！伟大的火神亲自启示我，这里就藏着我们需要的宝藏。红狐族族长半信半疑，要知道这类矿产的探测向来是人类的专长，可圣女的话又源于神灵启示，他犹豫片刻，最终还是下定决心。都动起来，相信伟大的火神启示。不出所料，仅仅向下挖掘数米，泛着金属光泽的铁矿石便显露出来。天哪，火神大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不但让我们拥有了珍贵的和平，还让我们得到了稀有的矿石。当我回去后，一定会让我们全族都信奉火神大人。有了林业的神启，联盟部落的有了稳定的金属来源，不光重新锻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器，连城墙和部落都扩大了整整一圈。林业也因此获得了很多信徒，每日的信仰力达到了惊人的3万人。虽然现在部落发展越来越好了，可保不齐会有其他部落眼红，趁机发动攻击。看来还是得组建自己的军队才行，总不能每次遇到事情都由我出手吧。意识到潜在的危机，林业立刻通过神启授意希尔弗组建军队。遵循林业的神启后，希尔弗从各个部落中抽调出500名精锐战士。不过2个月的时间，一支训练有素的25000人规格的军队就此诞生。希尔弗不愧是我的头号圣女，办事就是妥帖。只可惜红狐族的人锻造武器进度太慢，要是能找到矮人族就好了。系统，你有矮人部落的消息吗？矮人部落居住在荒原与人类交界的区域，平时很少与外界来往，想要找到他们怕是有点难度。这可怎么办？正当林业沉思之际，矮人特使找到了希尔弗。希尔弗圣女殿下，听闻您这里有极强的火焰，可否让我们一见？自然可以。希尔弗带他进入火神大殿，火盆中的火焰让矮人特使瞬间惊呼：这火焰温度竟如此之高！这便是伟大的火神创造的奇迹。如果我说我们愿意用锻造手段来交换呢？那也不行，你们只有成为火神的信徒，才能沐浴火神的恩赐。两人好一番协商，最终达成了矮人族帮联盟部落锻造武器，联盟部落允许矮人族使用3枚真火的约定。既然约定已经达成，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履行？实不相瞒，我这次来还有其他的事想求。哦，麻烦你跟我去趟矮人部落吧，到时候我们女王陛下会亲自和你协商。去矮人部落吗？有点意思，刚好我可以跟着去见识一下。3日后，林业等人成功到达矮人部落，见到了传说中的矮人女王。你就是希尔弗，那个击败了黑暗精灵、整合部落、壮举传遍大陆的精灵族圣女。是的，女王陛下，不知女王陛下召我来有何事？此次找你来，是因为我们受到了人类紫金花国王的威胁，他们要求我们在3天后对他们俯首称臣，并向他们上贡比往年还多1倍的武器装备。我们矮人族生性洒脱，不愿意受人束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邀请你们和我们共同对抗紫金花国王。没问题，我们联盟可以帮忙。想必火神大人也看不惯这等恃强凌弱的行为。协商好后，希尔弗用了2天时间集结联盟部落的军队支援。第3天，正式抵达峡谷战场。矮人女王，归顺本王，让矮人为我锻造武器，否则便尝尝禁咒的威力。矮人绝不会做战争奴隶。那就别怪我无情了，我的禁咒魔法师不会手下留情。听着矮人族女王的拒绝，紫金花国王怒火中烧，动手灭了他们！
不好，是禁咒天火焚城，不阻止就全完了。斗准备后，希尔弗立刻带人赶往噬人族，而噬人族听到消息却没有了之前嚣张的样子。大人，不好了！联盟部落的军队已经向我们开来了。慌什么？我们有1万大军，还怕他们不成？噬人族历代族长都怀揣着统一荒原的梦想，此次联盟部落推行统一计划，不少部落心生抗拒，噬人族便趁机拉拢了30多个部落，组建了这支反抗军团。在他们看来，这正是实现夙愿的绝佳机会。什么狗屁火神？我倒要看看所谓的神迹有多厉害！伟大的太阳神才会永远庇佑我们。噬人族信奉太阳神，对其无比虔诚。可当联盟部落的军队出现在视野中时，噬人族全军都惊呆了。给你们配置了这么齐全的装备，这次战役应该不用我出手吧？为什么他们怎么会有这么精良的装备？怕什么？不过是些装备罢了。就算没有装备，我们照样能赢。双方实力差距其实十分明显，噬人族联军仅1万多人，而联盟部落有近2万人，人数足足是他们的2倍。魔法师团队准备魔法阵。这100名魔法学徒此前已熟练掌握了附魔武器的魔法阵绘制，此刻他们要在地面上绘制的是火系禁咒天火焚城的大阵。只要能成功释放出天火焚城1/10的威力，就足够让噬人族头痛了。心念一动，灵叶便通过信仰之线将魔力注入维利亚体内，再由他引导至魔法阵中。很快，10团火焰冲天而起，将天空染得通红。没想到威力比之前紫金花王国的魔法师释放的还要强啊！那是什么东西？是神法吗？是太阳，一定是太阳神的神迹。噬人族将这巨大的火球误认为是太阳神的恩赐，纷纷跪地祈祷。灵叶见状，虽觉得有趣，但也知道开战的时机已到。4位圣女同时接收到神启，齐声下令：开战！随着一声令下，天空中的巨大火球朝着噬人族联军轰然砸下，漫天火焰瞬间将噬人族的阵地吞噬。太阳神为什么要抛弃我们？快逃！我们根本不是对手。火焰形成了天然的包围圈，噬人族联军根本无处可逃。绝望之下，不知是谁先喊出了投降，紧接着投降的声音便此起彼伏。火神大人，我们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击败噬人族后，荒原上再无部落敢反抗联盟，剩余的部落纷纷前来投诚。100多个部落的图腾被送入火神殿，灵叶将这些图腾全部燃烧，一次性获得了近5万点进化点。借助这些进化点，他的3昧真火提升到9级，温度高达2万度，距离突破仅一步之遥。恭喜宿主成功拥有20万名信徒，每天能获得21万信仰之力，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信仰循环，还请宿主继续努力。放心吧，我迟早会成为这片大陆最强的神，只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矮人女王曾经提到过的地心火的所在地。地心火是矮人女王曾经提到过的一种神秘古火，
自从林业帮助矮人部落摆脱了人类王国的钳制后，矮人女王就成了林业新的圣女，对于林业自是无话不谈。伟大的火神大人，神秘古火就藏在我们矮人部落无限深渊的底部。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我随时在这里等候您的到来。想要更进一步，就得拥有更强的火焰。目前看来，地心火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林业通过与矮人女王的信仰之线，瞬间抵达无限深渊。您就是伟大的火神大人。天哪，第一次看到您的真身，太失礼了。起来吧，和我说说地心火的事。地心火是我们矮人传说中存在于地底深处的一种青色的特殊火焰，但因为探索难度极高，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它的作用。不过它就在这下面，相信以您的实力一定能找到。林业点了点头，朝着深渊一跃而下，足足飞了10个小时，才落到深渊底部。这就是地心火吗？好像和我以前看到的所有火焰都不同，表面温度感觉比普通火焰还低，却能在幽深的地底不知燃烧了这么多年。感慨2句，林业立刻发动了吞噬能力。吞噬地心火成功，进化点增加1000点。进化点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它的能力。我记得之前吞噬的熔岩火具备炼制武器的特性，不知道这种地心火有什么能力。经本系统检测，地心火具有吸收其他火焰的能量的能力。难怪它能在地底燃烧这么多年。要是我将获得的全部进化点都用来提升火焰呢？是否使用全部进化点？恭喜宿主，3昧真火已成功提升到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等级5级。有了地心火的吸收能力，以后释放火焰只需要耗费少量能量。效果还真是不错，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居然只消耗了500点能量，就是不知道其他的信息有没有变化。打开系统面板，天火之炎和热能吸收，这应该就是吸收火焰获得的新技能吧？林业刚想尝试新技能的威力，突然一阵魔力波动袭来。魔力波动？难道这里有魔兽？顺着魔力波动的源头望去，密密麻麻的蛇虫鼠蚁出现在林业眼前。来得正好，那就试试我的新技能天火之炎。话音落下，空中瞬间凝聚出数团火焰，朝着地面的蛇虫鼠蚁狠狠砸去。片刻功夫，满地虫子便被火焰吞噬殆尽，这就团灭了。切，还以为是什么大型魔兽呢。就在这时，更强烈的魔力波动从深处传来，林业立刻朝一条通道飞去。奇怪，这里怎么这么多魔兽？难道这附近藏着魔力源？林业一边前进，一边击杀袭来的魔兽，终于在洞穴最深处发现了一整座通体幽蓝的魔晶石矿脉。竟然是魔晶石矿，这可都是无价之宝，对魔法师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100倍。不过这么大的矿脉该怎么开采呢？林业开启审视之眼，很快便在矿脉周围发现了好几条隐蔽通道。我在深渊底部发现了魔晶石矿脉，现在将通道消息传递给你，你火速派人从平原通道进入。是，我现在就派遣工匠过去。对了，叫上其他4位圣女也一起来，我有事安排。我这就派人去通知。没过多久，矮人女王派遣的工匠全部赶到了现场。伟大的主啊，这些全是魔晶石，这么大的矿脉，简直不可思议！开采，我这辈子都要待在里面开采。矮人们立刻开始熟练开采，随后5名圣女也赶过来。好不容易遇到如此多魔晶石，借助魔晶石内部的能量，再加上我的虚拟神格，应该能帮圣女们同时进阶。现在我会帮助你们提升实力，你们依次将自己的手放在魔晶石上，准备抽取魔力。是。开始抽取魔力吧，我会助你们突破。天哪，我居然真的能感受到魔晶石内部的魔力，这简直太神奇了。是啊，我一个1级魔法师，本以为感知到魔力了。天哪，我可是从未有过魔法天赋的人。就在众人惊呼不已之时，温蒂妮传出一声惊呼：快看，魔法阵发光了！众人顺着温蒂妮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魔法阵中间升起一团硕大的光晕，下一刻，充满魔力的光晕直接附在了矮人女王日常佩戴的剑上。我的武器附魔了。没错，你们刚刚完成了1次武器附魔，这也正是我今天叫你们来的目的之一。你们现在的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足以批量制作附魔武器。只要能将大批量的武器制造出来，我们就有足够的实力创建新的城区。太好了，我的雷系魔法刚好可以为武器添加攻击威力。可这些魔晶石的能量很是充沛，即便我们制作了大批量的附魔武器，也还有剩余。不如我们用剩余的魔力投入部落建设如何？好主意，
土系魔力可以加固城墙，火系魔力可以锻造火炮提升攻击力，木系魔力也能给部落带来很强的生机。可希尔弗大喜，立刻准备回部落制定计划。突然，一名矮人工匠焦急地闯了进来。伟大的火神，我们在开采魔晶石矿脉时发现了魔兽，已经不敢深入开采了。随我一同去查看。话音刚落，灵叶化成一团火焰射向矿场。还以为是什么高阶魔兽，不过是几个小动物罢了。既然遇到了，就来帮我积累进化点吧。灵叶不再犹豫，火焰虚影暴涨，化作火海笼罩魔兽通道。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燃烧魔兽老鼠，获得1000点进化点；燃烧魔兽狮子，获得1000点进化点。没想到小发力一波就能获得1万点进化点，还真是超值。灵叶继续深入，抵达矿脉最深处时，一股异常魔力波动引起他注意。普通魔兽只会本能释放魔力，这只居然能掌控特定属性。附近没察觉到其他魔法师的痕迹，难道是长期浸泡在魔晶石矿脉里发生了变异？先跟上去看看他的巢穴在哪。巨型狮子突然察觉到窥探的目光，嘶吼一声，转身就向矿场外的荒原奔逃。灵叶收敛气息，化作拳头大小的火焰悄然尾随。半个时辰后，巨型狮子在一名高大矮人面前停下。可恶！明明是我先发现的魔晶石矿，偏偏落在那女人的领地。等着瞧，我这就联合其他8个部族，逼她交出1半开采权，不然就踏平她的部落。原来矮人分为9个部族，还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那正好借这次冲突，把所有矮人都统一了。灵叶当即通过神启告知矮人女王，8大部族即将来袭，需立刻整军备战。矮人女王对神谕深信不疑，当即发布了征兵令。次日，8大部族的使者傲慢地抵达了部落。女王陛下，魔晶石矿脉是自然的馈赠，理应由9大部族共同开采。10项点就交出1半开采权，否则我们8大部族联军定会让这里化为焦土。矿脉在我的领地之内，开采权自然归我部族所有。想开战，就先想想紫荆花王国的下场。使者顿时哑口无言，铁青着脸返回部族。8大部族首领得知后震怒，下令5万联军压境，将部落团团包围。战场之上，联军士兵看到女王军队人人手持附魔武器，瞬间陷入混乱。就在这时，灵叶巨大的火焰虚影悬浮于高空，熊熊火焰蔓延开来，将整片天空染成赤火。伟大的火焰之主，您的信徒在此虔诚祈祷。1万矮人战士紧随其后跪拜在地，火神万岁的呼喊声震慑战场。8大部族首领脸色惨白，眼前的火海正是他们最恐惧的神迹。要么接耳，要么死。我们投降，愿意归顺女王陛下。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就此落幕，8大部族尽数臣服，矮人9部实现统一。矮人女王被推举为总首领，统领28万族人，而这些族人也全都成了灵叶的信徒。有了每天新增的25万信仰点，再加上荒原部落的10万点，我现在每天都能稳定收获35万信仰点，简直太爽了！接下来就是打造奇迹之城了。灵叶通过神启将自己提前规划好的城市图纸传给矮人女王，25万擅长建造的矮人立刻投入建设，与荒原部落分工协作。奇迹之城的雏形短短几日内就显现了出来，而攻防中的维利亚却对着土系魔法阵的图纸愁眉不展。神启要求在城墙外侧加持土系加固阵，可我主修的是雷系魔法，根本不懂土系魔法的运行路径，这可怎么学啊？相比较于维利亚的愁眉不展，灵叶从容了很多，因为他体内的虚拟神格正在高速运转着维利亚看过的每条魔力路径。这虚拟神格简直堪比超级计算机，信徒接触过的魔法知识，他都能解析成标准法阵，以后量产魔法装备效率就更高了。维利亚，你就慢慢钻研吧，我先把解析好的魔法阵存起来。看着附魔武器量产和奇迹之城建设都在顺利推进，灵叶决定深入云雾山脉寻找特殊火焰提升实力。他化作火焰虚影向极北方向疾驰，沿途点燃了大片区域。如今我的火焰威力已然堪比高阶禁咒，地心火能吸热所能，天火可提升爆发力度。要是再吞噬几种特殊火焰，进化速度肯定能更快。燃烧200年古树，获得200点进化点；燃烧300年古树，获得300点进化点。灵叶操控着火焰持续燃烧，不断向云雾山脉深处推进。半个月后，
再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们就全完了。看着身边的同伴不断倒下，少女眼中充满了绝望。光明之神呐，赛亚，求您救救我们吧！林叶想看看女孩所信仰的光明之神是否会降下神力庇护于她，可等了好久，神界始终毫无动静。但兽人的杀戮仍在继续。很快，赛亚身边的战士就全部倒下，战场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就在这时，林叶通过虚拟神格清晰听到了女孩心中的哀求。这一发现让他激动不已。难道虚拟神格又解锁了新能力？果不其然，虚拟神格的面板上新增了聆听心声的能力。神呐，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林叶心中一动，觉得时机已然成熟。信仰吾将拯救所有人。话音刚落，一团火焰便突兀地出现在赛亚身边。一名兽人试图近身袭击赛亚，瞬间被林叶那炽热的火焰吞噬。火焰将护佑你！突如其来的火焰让周围几十个兽人吓了一跳，他们纷纷后退，再也不敢贸然上前。赛亚愣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伟大的神，谢谢您拯救了我。赛亚清楚火焰并非是光明神的神迹，因为刚才他并未感受到与光明神的连接。他本是光明教廷的牧师，此次前来兽人极北区域，就是为了寻找教廷的遗迹，却不料遭遇兽人伏击，但他已然得救，其他的暂且无暇顾及。伟大的神，您能拯救我的同伴吗？赛亚的魔力早已耗尽，根本无法再施展治愈魔法。可就在他祈祷完毕后，一股股温暖的魔力瞬间注入他的体内，他来不及惊叹，立刻转身为同伴治疗。战士们身上长长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赛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先不要说话，你们需要好好休息。赛亚心中满是诧异，他感觉自己的魔力仿佛无穷无尽。要知道，治愈魔法本就消耗巨大，可此刻他却丝毫没有魔力枯竭的迹象。伟大的神，是您赐予了我如此精纯的魔力吗？赛亚，我觉得这股火焰很是奇怪。先不要怀疑，你好好休息就好。赛亚心里很清楚，正是这些火焰拯救了自己和同伴，定然不会伤害众人。于是他再次在心中默默祈祷。伟大的神，请给予赛亚启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通常情况下，林叶无法与非自身信徒建立连接，可在虚拟神格的加持下，他仅仅尝试了一次，便成功与赛亚建立了沟通。离开这里，寻找一个庇护所。是。林叶则通过审视之眼，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山洞。赛亚见状，搀扶着队友跟着走了进去。众人终于得以暂时安定下来。伟大的神，您并非光明之神，请问您是哪位神明呢？火神。能与伟大的火神建立连接，赛亚真的很高兴，这还是我第一次和神明直接沟通呢。不同于其他信徒对神明的盲目虔诚，赛亚更愿意将神灵当作朋友一般对待。他身为光明牧师，从未与光明之神有过任何沟通，如今能与火神对话，还得到了他的庇佑，这份联系让他格外珍视。您拯救了我的性命，我愿信奉您，伟大的火神。话音落下的瞬间，一条无形的信仰之线在林叶与赛亚之间悄然建立。在信仰之线建立的刹那，赛亚掌握的所有光明魔法都清晰地呈现在林叶眼前。这能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通过共享赛亚的知识，林叶也掌握了光明魔法的相关内容。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伟大的火神大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和您十分亲近呢。这种安心的感觉，赛亚从未有过。他的家族世代信仰光明之神，他也因此成为一名光明牧师，却从未感受到这般真切的力量。当然亲近了，说不定你就是我的下一位圣女。3个小时后，暴风雪渐停，之前被林叶火焰吓退离开的兽人却再次折返了回来。赛亚殿下，不好了，又有兽人来了。赛亚原本只是队伍里的治愈魔法师，如今因拯救了众人，已然成为队伍的首领。他立刻向火神祈祷：火神，我该怎么办呢？原地不动。很快，几十个兽人就逼近到洞口几米处。2个兽人率先摸向洞内，可刚靠近洞口，一团烈火突然燃起，瞬间将2人吞没。洞口外的兽人见状，纷纷后退，却并未彻底离开，只是远远观望。神，真的是神在保护我们。神迹这种事，大多只存在于传闻中，如今亲眼目睹，众人无不惊喜万分。在这片大陆上，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虔诚信仰神明的人，才能目睹神迹，获得庇佑。外界的暴风雪已然停止，地面上积起了厚厚的积雪。洞口外的兽人似乎叫来了帮手，数量愈发庞大。人类，光明教廷的人类，现在你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死。伟大的血神大人将要喝你们的血。血神是兽人所信仰的邪神，因忌惮凭空出现的火焰，兽人们不敢贸然进攻，只是在洞口外死守。林叶心中有了新的盘算，既然你们信仰邪神，必定会有神像或图腾之类的物品，只要燃烧这些东西，我就能获得进化点。想到这里，林叶立刻通过神启告知赛亚，让他带领众人离开这里。可他们刚走出山洞，外面的兽人就围了上来。邪神，这就是人类的邪神，消灭他们，消灭他们！找死！邪神，伟大的血神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伟大的血神是不会放过你的。天哪，这就是火神的力量吗？实在是太强大了！
作为光明教廷的魔法师，赛亚从未见过如此强悍的魔法。在林业的护佑下，赛亚一行人一路前行，途中遇到的兽人都被火焰焚烧殆尽。不久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兽人部落，部落中果然摆放着一些造型古怪的图腾。林业立刻操控火焰将其点燃，燃烧图腾，获得进化点1000。兽人这边的图腾能提供的进化点还不少吧？将所见之处所有的图腾都燃烧。场短缺，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务必帮帮我们。食物，这倒是不难解决。希尔弗有生长魔法，只要让他施展魔法，很快就能得到大量的食物。可从荒原到极北，路途遥远，希尔弗赶来至少需要3个月。若是能有尽到就好了。虚拟神格监测到宿主需求，计算出合适魔法，传送魔法阵。请问宿主是否接收？虚拟神格竟然进化了，还能计算魔法。林业查看面档，新增的计算技能已为他生成传送魔法阵的方案，他无需亲自绘制，当即选定了人选。绘制此魔法阵，速绘传送魔法阵，不得有误。伟大的火神啊！我只是一名牧师，对魔法阵一窍不通，怎能完成如此重任？简单。林业一边向赛亚传递魔法阵图谱，一边为他输入魔力提供支撑。3天后，两边的魔法阵都绘制完成。林业立刻将希尔弗和温蒂妮召唤了过来。得知兽人部落的处境后，希尔弗和温蒂妮当即施展了生长魔法，一棵棵长满果实的小树瞬间从地面破土而出。极北之地竟然能长出果树，这简直是神迹！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圣女殿下，你的自然系魔法为何如此强大？我从未见过这般精妙的魔法。因为神与我同在。可是部落有10万人，这几棵苹果树恐怕难以解决他们的饥饿问题。神自有安排。林业早已计划周全，不光让人准备了果树种子，还准备了很多粮食种子。很快，一片硕果累累的果园和玉米地出现在众人眼前。天哪，这伟大的神，您拯救了我们全族啊！快，我们去告诉之前开战的部落，让他们也见识伟大火神的神迹。是，我这就去。很快，族长手下带着其他部落的兽人前来参观。当他们看到漫山遍野的果树和玉米地时，无不露出惊骇与崇敬之色。伟大的火神，从今日起，我们愿信仰于您，恳请您庇佑我们的部落。林业点头同意，15万人的部落当即归降，与林业所在的部落合并，总人口达到25万。极北之地粮食匮乏，兽人部落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厮杀。如今有了足够的粮食，其他部落迟早会主动来投，不过也得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希尔弗，你通知矮人部落加急打造魔武器，通过传送阵运送过来。是。希尔弗按照林业的指示，召集了很多锻造工匠的矮人前来。其他兽人族的族长见此情形，纷纷选择了归顺。不过1个月的时间，整个部落规模扩大了5倍。林业每日收取的信仰之力达到100万左右。就在一切顺利推进之时，一支拥有50万人口的兽人大型部落找上门来，交出你们大部分的水果和粮食，否则踏平你们的部落。伟大的神，强权部落要求我们上交粮食，我们该怎么办？开战！我们必须守护伟大的神赐予我们武器和食物，守护家园。战士们，随我出征！对手可是兽族的血族，他们能发动狂野血脉，战斗力会大幅提升。我们能赢吗？放心，伟大的火神会护佑我们的。很快，做好准备的双方军队在旷野相遇。强权部落派出了20多万战士
兽人们天生好战，无需多言，便直接冲杀在一起。杀！保护家园！该死，对方肉体太强悍了，我们敌不过，快使用火神给我们的附魔武器！魔法是恐怖的魔法，快退！该我出场展现神迹了。凡信仰武者，可得温饱与庇护；凡与吾为敌者，必遭烈焰焚身。快逃！神要发怒了！在林业的迅猛攻势下，强权部落只能选择打不过就加入，选择投靠。1个月后，林业再次踏上寻找新火焰的旅程。也不知道哪里有新火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林业一边朝前飞，一边开启审视之力，往地上不断扫视。一个巨大的生物出现在他眼前。这是龙？这是这片大陆特有的物种——飞天巨龙。它口中的火焰名叫龙炎，正是你要寻找的新火焰。来得正好。林业迅速飞到巨龙身边，使用3昧真火将龙炎收服。恭喜宿主吞噬龙炎，加5000点进化点。林业成功吸收了龙炎的力量，获得了龙炎的能力。巨龙见火焰依旧存在，也不计较，准备飞走。想走？没那么容易，留下来做我的神宠吧。无为火神，如可愿成为吾之神宠？巨龙的吼叫表明了他的拒绝。林业并不着急，他知道收服凶兽的最佳时机是在其虚弱之时。既然不肯屈服，那就继续烧，直到你服软为止。林业将3昧真火的温度提升到2万多度，巨龙开始痛苦的嘶吼。别再坚持了，差不多了。此时此刻的巨龙正是最为虚弱的时候。林业知道巨龙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无为火神，如可想要成为吾之神宠吗？好，现在跟我回部落，我让我的圣女帮你治伤。回到兽人部落后，林业第一时间为他喊来了希尔弗治伤。不行啊，火神大人，我的治愈魔法虽然是4级，但治愈巨龙十分困难。难道是因为巨龙是龙族的原因吗？或者是魔法强度不够？林业尝试着将系统转换的魔力注入希尔弗体内，治疗效果立刻有了起色。原来是耗费的魔力太多，好在有林业源源不断的魔力支援下，希尔弗终于将巨龙治好。现在开始签订契约吧。林业将希尔弗绘制的魔法阵摆放在巨龙面前，巨龙顺从地低下了头，契约魔法顺利签订。火神殿下，从今天起，我将正式成为您的神宠，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恭喜宿主成功收服第1位神宠，现在为您发放新技能龙火。龙火？那我的火焰岂不是有5层吗？是的，目前您的核心火焰是3昧真火，叠加熔岩火、天火、地心火和刚得到的龙火，一共拥有5层火焰。很好。林业刚收服巨龙小黑不久，兽人族长就着急忙慌地进来。伟大的火神，血族兽人又来打我们了！让小黑登场吧，顺便看看小黑的实力。巨龙带着林业飞到战场上方，下面是几10万的军队，双方就这么对峙。快放箭！放箭！血族兽人的箭矢根本无法穿透巨龙的鳞片，巨龙再次喷出火焰，结束了这场单方面的屠杀。乖，这简直就是杀戮机器。1个月后，在林业和巨龙的帮助下，极北地区的兽人迎来了统一，信仰林业的兽人信众们也达到了200万。林业独自前往西北的沼泽区，这里烧的话应该很爽。火焰急速在沼泽中燃烧着，不过10天林业的进化点已经刷到了10万。突然，林业在不远处感到了一股魔力波动。魔力波动有魔物吗？林业飞过去，发现周围足足有20-30个吸收天地自然魔力的魔法阵。奇怪，这里的魔法并不是很充裕的样子，为什么在这里设立魔法阵？老大，这些魔法阵中的魔力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差不多能够召唤出来吧？可以了。召唤？他们要召唤什么东西？林业利用虚拟神格计算出这是一个异次元召唤法阵，类似于一种召唤师将魔宠召唤出来。这个东西如果能够改造一下的话，我就有一个移动的仓库了。听从我的召唤，出现吧，绝地兽。绝地兽？难道地下有什么东西？从这里开始挖。在绝地兽的努力下，很快挖出一个10几米深的大坑，坑内都是水，还有一个人造阶梯。老大，没错了，这里就是我们要找地方了。终于找到了，奶奶的，耗费了几年时间。老大，是不是要下去？先别下去，这里的水有毒，先把水引出去再说。老大命令绝地兽将水引向另一边，引完水，完整的阶梯也露了出来。将绝地兽送回去后，魔法师们顺着阶梯往下走到尽头，林业紧随他们其后。终于找到上古遗址的入口了。上古遗址有点意思。走，我们进去。1个小时后，前方突然亮如白昼，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惨叫声，10几个魔法师全身燃烧着绿色火焰，倒在了地上，不停翻滚。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扑不灭？10几人的魔法师团队一个个都在惨叫翻滚，不过数十秒就全被绿色火焰烧成了黑色骷髅。这东西竟然那么厉害！
林业用虚拟神格计算，得知绿色火焰是不会熄灭的亡灵不死火后，心中一喜，当即飞向绿色火焰，将它吞噬掉。进化点加了5000，火焰还是先天燃烧，不会消耗能量的。这个遗迹好东西不少啊！林业听到了一阵轻盈的声响，他朝声音看去，发现不远处走来一具骷髅，手中握冒绿光的魔杖。火焰就是他释放出来的吧？不等骷髅做出反应，林业直接飞落在骷髅上，利用亡灵不死火将骷髅烧成灰。守卫遗址的魔法师淬炼出来一个亡灵不死火，最后反被消灭，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讽刺？感叹完的林业在遗址中到处乱逛，看到了不少光明属性的法杖。看来这里是一座被毁掉的光明神庙。那个是棺材。林业不远处有一个祭坛，上面摆放着一副华丽的棺材。林业上前，发现棺材上刻着一个个小人般的纹路。光明教廷如何灭掉被恶魔利用的人们，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这个光明神还挺喜欢自卖自夸。都是一些光明魔法，嗨，没意思。上古遗址也就这样嘛。林业放了一把火，将遗址烧干净。紧接着，兽人族长发来了祈祷，说在火神殿里发现了奇怪的东西。林业赶忙回到火神殿的火焰里。火神大人，这些不祥的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哪是不祥？云铁可是打造武器的最好的材料。让矮人女王带人赶来兽人部落。得到指令的兽人族长很快派人去告知。转瞬间，矮人女王就从传送魔法阵来到了火神庙内。火神大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材料。你带着这些东西回去，给我锻造出来一柄武器。遵命。矮人女王很快带着武器回来，那是一柄墨黑色的斧子。林业抽出魔晶的魔力，将强大的龙火封印在其中。赐予你。感谢火神大人赐予神器。目前兽人部落的信仰基本集齐了，差不多是时候再次提升维利亚的魔法结位了。维利亚此时正在奇迹之城内的火神大殿里，跪坐在一个火盆前，虔诚向火神祈祷。火神大人，感谢您一直的庇佑。下一瞬间，维利亚全身笼罩在强大的魔力中，他没有丝毫抵抗，知道这是火神大人在帮他。很快，他的魔法师等级从3阶提升到了4阶。感谢火神大人的提升。火神大人，最近人类出入奇迹之城十分频繁，不知道您是否有什么神奇？林业想先把荒原和极北区域这2块地方打下基础，再考虑人类的事。拒绝他们。遵命。林业此时收到了矮人女王的祈祷，通过矮人女王，林业看到了她的处境。尊敬的矮人女王，如果可以购买到附魔武器，不管多高的价钱，我们都愿意。如果我的价格高到你买不起的程度呢？矮人女王得到火神大人的神启示，不要出售魔武器给人类，所以哪怕人类付得起，矮人女王也不会向他们出售。女王不妨再想清楚，得罪我们可没有什么好下场。人类紫金花王国的下场，相信各位都清楚吧？听到他的话，所有使者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矮人女王口中的紫金王国曾因征战矮人被火焰所吞噬，连国王都死在了火焰中。现在国家更是因这事一蹶不振，人类使者感受到了忌惮，却又不想放弃购买附魔武器的想法。女王陛下，我们是真的希望能跟您达成合作，只要1件也行。我说了不出售。要怎么样您才肯出售给我们？什么条件我们都能够答应的。使者心中依旧带着希望来说服矮人女王，只要掌握了这些附魔武器，国家的实力就会大大增加。我的条件就是你们给我离开。女王陛下，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们这就走。使者们不甘心地离开了，而矮人女王这一天时间里，也已经拒绝了10几个国家购买附魔武器的人类。人类开始注意到荒原地区要加快速度了，所有的矮人开始搬迁，前往荒原奇迹之城。是火神大人。得到火神启示的矮人女王放心下来，她立刻带着族人来到奇迹之城门口。这就是奇迹之城吗？太巨大了吧，就算人类王国都做不到。是的，圣女陛下，请随我们来。矮人女王不仅是族长，更是圣女，而圣女是神的代言人，所以这几个部落人对待她比族长还要尊敬。奇迹之城内的环境很快让矮人族看得眼花缭乱，这里各种火焰魔法围绕，绿树环阴，火树遍布，住宅区由水泥铸造而成。田地、城墙，整个奇迹之城竟然遍布了魔法阵，每个兽人也都和睦共处，太让人震惊了。是的，这是神才能做到的神迹，多亏了神，我们才能衣食无忧。而他们的神此时正在极北区域的沼泽地上大烧特烧。丁，虚拟神格扫描到可以进行火焰改造，请问是否进行火焰升级改造？开始改造。丁，5层火焰皆改造成功，共耗费了5000进化点。系统刚说完，天空下起了大雨。令人惊讶的是，倾盆而下的雨水没能浇灭林业的火，它依旧在雨中燃烧那些沼泽地。燃烧鳄鱼加5点进化点，燃烧瘴气加1点进化点，燃烧。沼泽地实在太适合刷进化点了，而且改造过的火焰不仅强度变高了，消耗的能量也变少了。在林业听着舒服的系统提示音时，传来了矮人女王的祈祷声。
伟大的火神大人，人类因不满我们的附魔武器，不向他们出售。现在人类王国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战书，请求您的启示。要是之前林业面对这个战书还有些犹豫，但现在林业早就有了对付人类王国的实力。接下战书。是。林业利用信仰之力瞬间回到了火神殿的左边，五大圣女在同时向他祈祷着。伟大的火神大人，安定的生活刚有些眉目，现在人类又要来发动战争，恳请得到您的护佑。五人都很虔诚，其中的圣女希尔福更是闭眼流下了泪水。森林精灵一族几百年来因为部落之间的争斗颠沛流离，好不容易在火神大人的庇护下有个安定生活，这些人类现在却要对奇迹之城发动战争。就在这时，殿内进来了一个矮人士兵。女王陛下，这是人类太阳王国最新送来的信件。矮人将阻击敌人在城下。很快，两波军队准备交汇。太阳王国首先排出的是在平原上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的骑兵。骑兵是想玩一波流的打法。哼，你有张良计，我也有过强踢。枪兵，枪兵出列。克制骑兵最好办法就是枪兵。听到女王命令的枪兵们组成一个前列阵型，而此时的太阳王国的骑兵军团突然让出一条路，从中走出一个人。奥文大将军，这是太阳王国的大将军，一位以残暴屠城著称的6阶战士奥文。太阳王国万岁！太阳王国万岁！在骑兵身后，为首的太阳王国国王坐在一头高头大马上悠哉赶来。矮人们，你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可以选择投降太阳王国。不需要。1分钟后，太阳王国发动攻击。看到奇迹之城的枪兵，大将军奥文取消了骑兵冲的策略，选择让5万盾兵排在前面。盾兵又怎样？出魔武。魔武。下秒5000个矮人士兵向敌人举起手里的火焰魔武器，武器顶端瞬发飞出一团团炽热的大火球，砸向一连猛的盾兵。魔法师？不可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魔法师？5000个大火球落下的一瞬间，在盾兵里形成了一个火焰马河。盾兵想逃离，却因为身上盔甲太过厚重，倒在火海中。救命啊！救命啊！烫死我了！快撤退！撤退！可惜现在再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5万人的盾兵只有后方的数千人逃了出来，剩下都被盔甲的温度活活烫死。不对，不是魔法师，是他们手中的魔武器，竟然如此恐怖。奇迹之城连弓箭手用的箭矢都附魔了风系魔法，打得太阳王国这边损失惨重。冲锋！给我冲锋！奥文大将军在2波的箭雨中也失去了耐心，听到国王的命令，立刻带着骑兵冲锋。就在这时，林业出手了，地心火燃烧。随着林业化落，地面撕开了条装满火焰的裂缝，太阳国的骑兵掉了大半进去，剩下的箭状立马后退。这又是什么东西？禁咒，这一定是魔法师的禁咒。是火神大人的神迹降临了。在恐怖的力量面前，太阳国兴不起任何进攻的念头。撤退！都给我撤退！火神大人需要追击吗？不用。太阳王国国王并没有直接回到王国，而是带着兵撤离到10几公里外的荒原。想到刚才的一切，他忍不住对着奥文大将军大发雷霆：“你这个混蛋，又是魔法师，又是禁咒魔法师，还有附魔武器，谁告诉我的？这一战必胜！”陛下息怒，我一定会攻克矮人王座，让您能坐在矮人之王的王座上畅饮。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一定会让矮人们知道惹怒我的下场。不同太阳王国那边的士气低迷，奇迹之城所有人都在欢呼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女王陛下，那些太阳王国的士兵并没有彻底撤离，应该还想再次向我们发动攻击。希尔弗妹妹不用担心，火神大人一直与我们同在。女王陛下，我们自愿请命，乘胜追击，去灭了太阳王国。不行，神启没有来，一切都要听从火神大人的安排。是。1个小时后，奥文大将军带着密密麻麻的太阳王国军队来到了奇迹之城的城门口。看着雄伟的城市，博文大将军的野心更坚决了。那个魔法师不可能一天施展2次禁咒，这座城市最终一定会变成太阳王国的领土。守城。是，火神大人，大家守城，不必出城跟他们打。是。大将军，矮人军团并没有出城迎战的意思，他们的城墙还隐藏着最坚固的土系防御魔法，我们很难攻破。哼，矮人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来了，开始召唤攻城帮手。得到命令，太阳王国的魔法师战斗团纷纷拿出召唤卷轴释放魔法。召唤魔法嘛，有点意思。矮人女王第一次见到石头人这种庞然大物，自作镇定地开始指挥弓箭手射击，可是他们的攻击根本伤不到那些石头人一分。火神大人，我该怎么办？不等林业回应矮人女王的祈祷，一旁早在蓄力的魔法师维利亚在此刻露出了笑容。防御魔法终于可以使用了。伴随一声震轰鸣，城墙冒出了一股将攀爬的石头人重锤挂在了城墙上。这下不止对手震惊，负责建造城墙的矮人女王也懵了。维利亚，这是城墙建好时，火神大人就让我在这放置了不少魔法。原来如此。原本信心满满的奥文大将军遭受打击，脸色当场黑了下来。可恶，又是魔法，防御魔法伤害竟然那么高，连石头人都被干掉。将军，我们要撤退吗？这样下去，我们会战败的。撤退是不可能的。奥文大将军知道，如果撤退返回他迎来的将会是国王的绞杀令，还不如在战场搏一线生机。撤什么？攻击！冲！都给我冲！太阳王国的士兵看出奥文大将军已经失去理智指挥的能力，但大将军的命令使他们无法违抗，他们只好送死般冲向奇迹之城，又被对面弓箭手射击。太阳王国的士兵们，你们难道真的甘心就这样送命吗？不要听矮人女王的话，你们是太阳王国的士兵，听从我的命令。他在蛊惑人心。是。他们再一次发动了冲击，这样的攻击就是在送命，而不是在打击。他们除了听命别无他法。弓箭手放箭。太阳王国的士兵一个个被箭击穿，一波又接着一波。奥文大将军送死的命令也在傍晚因为太阳王国国王将他逮捕后停止。这次他们终于是彻底撤军了。我们胜利了，多亏了伟大的火神大人，我们这次一个阵亡的人都没有。每天我都会去往神庙内祭祀您的。一战，太阳王国几乎接近衰败，士兵们的信仰之力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林业的虚拟神阁内。到时将极北区域的兽人也搬迁进奇迹之城好了。不过在此之前还得再扩建一下城市。等奇迹之城扩建好，全部兽人也从极北区域传送到了奇迹之城。长期活在恶劣气候的兽人，当看到漂亮和平的奇迹之城时哭了出来。这里没有激进，没有贵族飞扬跋扈，大家一律彼此平等，是因为那个火神吗？伟大的火焰之主，在余生，请让我信仰于您。下一刻，赛亚感受到了火焰之神的温暖，因为天赋和坚定的信仰，他也成为了林业的第6个圣人，提升赛亚的魔法阶位。林业抽出魔晶的魔力输入到赛亚身体，随着赛亚不停吸收，竟然让他从2阶直接提到了7阶的等级。没想到他天赋这么高，天才啊！林业能提升圣女的阶位，但前提是圣女本身一定要有那个潜力才行。而赛亚直接到了7阶，简直是天才。一个7阶圣女每天提供的信仰之力竟然有10万点，这就是阶位的强大之处啊！我好像觉得现在的自己很强大，全身充沛了力量。一下子跳了几个等级，可不是强大吗？叮，扫描到可能出现的火焰区域。林业疑惑地打开面板，发现审视之力的一栏内多出了一个扫描火焰的门。位置是哪？地点：云雾山脉。不错，之前寻找火焰全凭运气，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就方便多了。林业没有再停留片刻，直接飞离奇迹之城前往云雾山脉。根据扫描区域，他在附近搜寻到了一个山洞。难道是在洞中吗？林业飞向洞内，突然一声声簌簌的奇怪声音在洞内响起。林业立马开了审视之力，看到了一团团后背印着魔符的1米大蜘蛛，它们嘴里叼着各种小动物，像是操纵类魔法。背后那人操纵这些蜘蛛是想干什么？蜘蛛钻进了大洞内的小洞，林业将自己缩小到烛火大小的火焰跟了进去。前方出现光亮，蜘蛛们加快速度靠近光源。异火，明白这就是自己寻找的火焰。林业想也不想，直接冲上去将那火焰吞下。
恭喜吞噬红莲业火成功，获得红莲业火燃烧任何生命灵魂的能力。没等林业高兴，他就注意到了不远处站着一个全身绘制诡异红纹的男人，脚下是一个红纹幻魔魔法阵，刚才的蜘蛛正将抓来的小动物放在了上面。这人好像有点眼熟，精灵耳，这是那个逃跑的黑暗精灵族长，他召唤魔干什么？无神无乎，唤您。那个火神抢夺了我的家园，抢夺了信仰，您的信徒无愿以生命作为祭品，希望您能够帮助我完成复仇大计。哦，原来召唤魔是想找我复仇。啊！小动物流出的血与黑暗精灵族长的血汇聚在魔法阵上，下秒族长身上的红纹和地上的魔法阵都发出了刺眼的红光。难道还真的能将魔神从魔界召唤过来？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洞内回响。你这个蠢货！听到声音，黑暗精灵族长惊喜地抬起头，却没有看到任何身影。伟大的神，这是您的声音吗？林业知道暗神感知到了自己的存在，他飞了出去。好，你自己出来了吗？烧了我的神庙，抢了信徒，还让他们信仰你，这笔账要好好算算了。那又怎么样？听到熟悉的声音，原本茫然的黑暗精灵族长才发现空中多了一团小小烛火。火神什么时候在这儿的？魔法暗神直接钻进蠢笨信徒的身体里。面对林业欠揍的回答，他声音蕴含着恨意。那就给我死！打神自然要用神力最好。林业当即使用100万信仰兑换了1万神力。在这一刻，林业身上的气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团火焰竟然拥有神力的气息，不得不说，你让我提起了兴趣。战争开始，两股无形的神力撞击在一起，只是余波就将整个山洞内坍塌。这一波交手让双方对对方都有了个了解。规则之力都没有，原来是一个半吊子神。每一个神都拥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规则之力。林业确实没有修炼出自己的规则之力，但他不觉得对面就比自己强到哪去。你也不过是一个小神而已。哼，小神也比半吊子强，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魔法暗神一瞬间爆发出极强的魔力，林业用神力催动3枚真火跟他对抗。一番尝试的魔法暗神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将那些火熄灭。有意思，竟然还有黑暗扑灭不了的火。不过就算你把他的肉身烧死，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哈哈，大不了我回到魔界。是吗？3枚真火确实对魔法暗神造成不了多大影响，但能燃烧灵魂的红莲业火就不一样。计算成功，魔法暗神打开了魔界之门，现在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就让你尝尝我新收的火焰吧！通红的红莲业火冲上去，将离魔界之门只有一步之遥的黑雾包裹。痛苦的惨叫声随着黑雾一点点减少着，越发凄惨。不可能，我的灵魂怎么……我说了，你不过是一个小神。这怎么可能？你不过是一个半吊子。随着灵魂被彻底燃烧，魔法暗神的声音也戛然而止。燃烧低位神之，进化点加10万点。才10万点，果然是个低位神。恭喜获得黑暗法则，是否融入虚拟神格内？法则融入。林业催动黑暗法则，周围立刻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领域中。他手中发出的3枚真火也变成了黑色的火焰。林业尝试将它吞噬，吞噬暗火成功。林业心情不错，又在黑暗领域内看到一个黑色光团，那是没有了魔法暗神意识的神格。林业通过它得知了魔界的一些信息后，又尝试炼化。第1天炼化神格成功，获得100点神力，还不错。想起黑暗精灵的族长在这里祭祀，林业眉头紧皱。奇迹之城内的黑暗精灵不会有什么小动作吧？回去还是要核实一下才行。